好了，我现在面前的呢就是华为刚刚发布的全新影像旗舰华为 Pura 70 Ultra， 我们一起来开箱看一下。这次的外包装呢，有一点点模仿那个素皮的质感。刚才大家都已经看过那个上手的小视频了嘛，所以已经知道长什么样子了。我们直接开箱。我们先把机器拿出来放在一边。所以说这个小三角是暗示着华为 P 系列的 P 是吗？有一枚 Type A 加 Type C 接口的100瓦充电插头，可以给手机和电脑同时充电。数据线本身呢是一根双 Type C 接口的充电数据线。我们就假装没有见过这款机器啊，1、2、3。当当，这款颜色呢，虽然说是白色，但它并不是纯白，有一点点像华为前2年推出的那个小象灰啊，大象灰跟小象灰，就是白中会带有一点点灰色，所以这个设计它是暗示的 P 系列这个字母 P 是吗？这一次的这个设计呢，不瞒大家说啊，我也还是在适应当中啊，确实还挺挑战人的这个接受能力的。但是我不得不说，虽然说这个位置它比较奇特一些啊，但是皮革这个部分给这款手机的手感或者质感还是提升了不少的。Ultra 是全系独占了这样一个小台阶。我在店里看的时候是银色的边框，实际上手它是一个偏金色的边框。然后正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基本上是平面的屏幕，四周是有微曲面的。它贴膜了吗？我看一下啊，贴膜了。我把这层膜给它撕下来，这膜别说贴的还不错啊。然后把这款手机壳带上给大家看一下，很好看啊。就是你看这手机壳后边乱七八糟之后吧，它把这个镜头这个三角形这种视觉效果给淡化了，给弱化了。它带上手机壳之后，我觉得比不带手机壳好看了不少啊。那我们自然就要和华为的一代传奇，对不对？ Mate 60系列来做一下外观的对比了。Mate 60呢要更宽，当然了，从设计美学的角度呢，我认为 Mate 60这个确实是一代经典、一代传奇啊。在现在，如果我们不考虑功能性来说，我认为没有比这个圆环更有识别度，同时简约好看的这个设计了。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说，把镜头三角形排列，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它可以尽可能的去利用3颗镜头同时辅助成像。你主镜头成像的时候，另外2颗镜头可以帮助你来判断白平衡。比如说，当你用长焦镜头去拍照的时候，你可以用主镜头合成去提升画面的解析力。然后再给大家对比一下这2款手机的正面啊，Mate 60系列它肯定还是旗舰中的旗舰啊。拥有双镜头，也就是 3D 结构光人脸识别，而 Pura 70 Ultra 呢，它是一个单镜头。正面的话，我目前观感啊，我觉得 Pura 它的微曲面屏幕呢，要比 Mate 60系列要更明显一些。这次 Pura 70也是支持了全天候显示屏，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锁屏，看到了吗？它是以一个亮屏来存在的。Mate 60 Pro， 这是 Pro 啊。224克 Pura 70 Ultra， Pura 70 228克。实际上手的话，这2款手机是差不多的。厚度的话呢，我们看一下 Mate 60 Pro 它是 7.81 毫米 ，Pura 70 Ultra 呢它厚一点，它是 8.3 毫米。当然了，如果我们只对比Mate 60 Pro 和 Pura 70 Ultra 呢，那也不太公平，毕竟它是一个 Ultra 版本的，它的各种配件的更多。我们把华为近几代的旗舰啊给大家看一下，这几款设计你更喜欢哪个呢？然后我把目前安卓系列的几大旗舰摆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安卓现在呢，尤其国产安卓，它整体的设计思路是越来越趋同的，对吧？居中大圆，居中大圆。这个其实也是居中大圆，但是呢，因为有保时捷加持，所以说它变成了一个6边形。这么看的话，Pura 70还真的是很突出啊，很突出。我补充一下 Pura 70系列不同版本外观上的差别啊，这是今年 Ultra 最主打的绿色，颜色特别轻盈，有一点奶绿的风格啊，我个人排在推荐的第4位啊。这是摩卡棕。咖啡色很好看啊，商务又经典，我推荐度和白色应该是并列第一的。这是 Ultra 的经典黑色，我把黑色和棕色对比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差别。这个呢是 Pro 加系列的主打银色啊，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银色又亮又闪，后盖上有立体的刻线去提升质感。银色是 Pro 加配色里我认为最好看的，也是 Pura 70全系我认为最好看的。这是 Pro 加的白色啊，其实也不错，但是没有银色层次感变化那么多。第2推荐，
这是黑色。其实我觉得 Pro 加系列3个颜色都不错啊，都可以推荐。这是 Pro 的黑色啊，一闪一闪亮晶晶啊，这个我觉得不太行啊，闪亮亮的质感啊，没有纯磨砂的好看。这个呢是 Pro 的白色，我拍这段的时候正好迪仔过来找我聊2句啊，我有点忘了当时拍的那个具体质感了。Pro 系列我最推荐的是这个紫色，让人回到 P20系列那个极光色的美好时光。下面这个呢是标准数字版，全系标准数字版独占平面屏幕和直角边框啊，拥有一个非常夺目的 Barbie 粉啊，这个还真的是 Barbie 的专属配色。再测试一下 P70系列的 5G 功能啊，毫无悬念，依然是支持 5G 网络，这一点大家不用担心。这一次我之所以选择 Ultra，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Ultra 有一个独占的功能，就是号称是伸缩镜头。当我现在点击相机这个功能的时候，看到了吗？这个镜头的模组是伸出来的，当我退出，哦，缩回去的，有一个静静的马达声音，大家听一下，能听到吗？所以这样设计的一个目的，就是因为它的主镜头1英寸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我们按照正常的镜头尺寸，这个镜头模组就会变得非常的厚。而现在华为通过这种一个伸缩镜头，它起到的目的就是把这个大的光学元件，日常你不用它的时候，能放在相对薄的这个机身当中。那我现在就想测试一下了，如果我们同时使用Mate 60和 P70 Ultra 来进行拍照的话，它的这个伸缩镜头会不会影响我们拍照的时间呢？1、2、3，走起！好像，哎呀，好像 P70这个还快一点呢。我现在开启这个息屏快拍功能，我们看一下它这个速度啊。来，1、2、3，还有一个仅用时间0.5秒是吗？这次它的主镜头光圈变化依然得以保留。我现在在手动去调节它的光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华为这次1英寸的大底加上这个1.6的大光圈，应该是最大的，能看到吗？这样的一个主镜头，它所带来的优势就是，除了能让这个机身在不使用机器的时候变得更薄的同时，它也有效的让这款主镜头的焦距降到了27毫米。我给大家看一下，1英寸主镜头大部分都是24毫米，27毫米呢就是一个更适合拍照的焦段。好了，以上呢就是华为 P70 Ultra 的一个快速开箱体验啊。关于这款手机，我会做更多详细的测试，到时候我们评测视频好好聊一聊。好了，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